手指上不小心卡了个螺母，怎么取都取不下来，怎么办呢？今天教你一招，只需要用一条线把它缠在螺母上面，轻轻的一拉，就可以让这个螺母自动掉下来。而且呢，这个方法操作起来非常简单，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来看这个螺母因为卡的非常的紧一点间隙都没有。如果这样直接往外拔的话，是拔不下来的。太用力以后呢，就容易把手指给弄受。所以呢，不要直接拔，我们用一条线，只要把它缠在上面以后呢，轻轻一拉就可以拉开了。首先呢，需要找一个这样的扫把上的小丝，我们借助这个小丝的力量就可以把这个线给它缠上。把这个丝给它取下来以后，然后给它做个对折，这样呢就可以把它穿在这个螺母下面来穿进去。因为一点缝隙没有，你看也是穿不过来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再找一个细铁丝，把它先穿过来，给它先弄个缝隙出来。你看这个铁丝也不容易把它穿过来。穿过来了以后，然后呢，我们现在再把这个小丝给它穿过来，把这个扫把丝穿过来了以后，然后呢，把这个铁丝就可以去掉了。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线呢，从这个环里面，从这个圈里面给它再穿过来，这样呢就可以一拉，把这条线给它拉过来了。然后呢，我们把这条线一圈一圈的紧密的把它缠绕在这个手指上面，要赶紧操作。你看这个手指已经都发紫了。然后把这个线头这边呢再粘个胶带给它固定一下。然后呢，我们抓住这个绳子头，只要往外拉，拆这个线就会把这个螺母给它带出来。你来看，因为这个螺母比较紧，拉这个线的时候也比较吃力，不要着急，慢慢的一圈圈的往外拉，一点点的就可以把这个螺母给它带出来。你看，只要把螺母带出这个关节以后就可以掉下来了。用这个方法呢，也可以取戒指像戒指戴了时间长了以后呢，取不下来，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个螺母就取下来了，是不是？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是吧？终于发明出来了。用半个荷叶就可以制作一个绑铁丝神器，用它来绑铁丝，速度又快又牢固。首先把这荷叶呢斜着给它先切一下，把这个角给它切下来，然后呢在这个尖的位置给它再切个豁口，紧接着把荷叶另外一侧多余的这部分给它切掉。切成这个样子以后呢，然后再找一条长螺丝，把这个螺帽给它先切两下，切个豁口出来，切割成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把它再穿到荷叶当中。这头呢拧一个羊角螺丝帽，拧好以后这一个绑铁丝工具就制作好了。来测试一下绑个水管，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使用的时候只需要把这个豁口卡在铁丝上面，然后上面的铁丝头给它拧在这个螺帽上面，拧牢固了以后，使用的时候只需要转动上面这个螺帽，前头呢就会收缩的非常的紧，越拧它前头拉的就越紧。经过这样绑好的铁丝呢，你来看，把铁丝头再剪掉以后，这样绑好的铁丝非常的牢固，而且也特别好用。你们感觉这个方法怎么样呢？喝完饮料的瓶子不要扔，我们把上面这个瓶盖给它拧下来，挂在钥匙扣上面。它居然还有这么好用的功能，邻居们看到以后都抢着用，也都说非常好用，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先找一节铁丝，用打火机给它烤一下，然后在瓶盖上面这个位置给它先烫出2个孔来，然后呢把这个钥匙环铁环给它穿到这个孔里面，然后呢再把这个空饮料瓶上面瓶口这个位置用个锯条顺着周围一圈给它切割一下，把它给切割下来。切完以后上面一定要留出一部分，然后呢在这一圈上面给它打点热熔胶，然后再把瓶盖粘到这个瓶口上面，粘好了以后，然后把另外一个瓶盖给它再拧起来，这样就做好了一个随身携带的收纳盒。平时手机卡或者是内存卡或者去卡针都可以放到里面随身携带，像一些零钱硬币啦也可以放到里面随身携带。而且平时吃的速心救心丸，像这样的药片也可以放到里边随身携带，使用的时候非常方便。你们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呢？大家以后绑铁丝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直接来绑了，这样直接绑的话一点都拧不牢固，而且呢你如果把这个根部这块呢拧的次数多了以后呢，还容易把这个铁丝给它拧断。如果拧的少了呢，它又绑不牢固，那怎么办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绑铁丝方法。绑好以后就算2头牛它都拉不开，非常的牢固。你看这样拧紧了，但是呢铁丝也给拧断了，这种方法是不行的。给大家分享这方法呢，首先你来看，先把这个铁丝我们给它先对折一下，弄成双股的绑的时候会更加的牢固。然后呢我们来看，把这个铁丝给它折过来，然后我们用个螺丝刀就行了，也不需要用钳子就可以把它绑紧。你看，只需要把这个螺丝刀把它插入到这边之后，然后把这个铁丝头从这个螺丝刀这边绕过来以后，然后从下边再绕过去，这样我们再来拧的时候，你来看，不管怎么拧，
它都不会断，而且呢是越拧它越牢固。你看，非常牢固，是不是？你看，只需要这样拧上几圈就行了。用这个方法绑好的铁丝简单又牢固，就算拴2头牛，它都不会拉开。冰箱上的温控开关，很多人都调反了，不仅更耗电，还容易结冰。上面的数字从0到7，数字越大，它的制冷效果就越好；数字越小，它的制冷效果就会越差。但是很多人都认为夏天的时候都把它调到5到6档，因为外面的温度很高，它始终都达不到你所设定的温度，所以冰箱它就会一直在工作。那么夏天正确的调节方法应该是调到2到3档，冰箱就不会频繁启动，它也不会费电。冬天的时候，很多人把这个数字调得太大了，冰箱里面的温度就会更低，那么蔬菜就会冻坏。所以很多人冬天都调到了1到2档，觉得这个温度最合适。其实这种调节方法都是错误的。那么正确的调节方法应该是夏天的时候调到2到3档，这样的冰箱就不会频繁的启动，而且也非常省电。那么春秋季节的时候一般都是调到3到4档，冬天的时候呢要调的低一点，所以要调到5到6档。因为冬天的时候室内温度特别低，如果你把温度调高了，冰箱是不会启动的，所以调到5到6档，它的保鲜效果更好，还特别省电。电视天线的 F 插头掉了，怎么把它接起来呢？如果这样直接插上的话，里边容易出现短路，根本没有办法使用。那么正确的接插头的方法呢，是先给它剥掉一截外皮，下刀的时候不要下得太重了，下太重了容易把里边的线给弄断。然后呢，把这外皮剥掉以后，先把外边这层线呢给它先分离开，然后呢把中间这条线再给它剥掉外皮。在接插头之前，首先呢在上面套一个热缩管，然后再来安装这个插头。安装的时候呢，要使劲往里面插入到里边，插得越紧，它接好以后啊越牢固。如果不好插，可以用钳子夹住它再插。然后在最外面这一侧呢，给它先缠上一层铁丝，这铁丝缠的让它紧密一些，越紧密呢，这个插头接好以后啊，它就越牢固。然后中间这条线不需要太长，给它剪掉以后留下0.5公分长度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热缩管给它套上，用打火机烤一烤。用这个方法接好的 F 插头非常的美观，而且也特别牢固，不管怎么用，这插头它都不会损坏，非常好用。报废的电风扇里面有个值钱的宝贝，就是上面这个电容。平时呢，很多人都把它给扔掉了。其实呢，这个东西啊，用处是比较大的。我们把它拆下来以后啊，你来看，上面呢就是2条线，分别呢给它拨出线头，来看一下它具体有什么用。首先呢，我们把它插在插排上面，给它先充下电，然后呢，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充完电后呢，然后像这种小容量的电容都可以直接来放电，来看一下。是有个火花的，是吧？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功能，就可以啊，用它来快速的检测电源线到底是通的还是断的。我们来看，这样只要接触到这线上面有火花产生，就说明啊这条电源线它就是通的。如果我们在检测的时候没有任何火花，就说明电源线是断的。再来看另外一条，不管怎么碰它都没有火花，那么就说明这条电源线它就是断的。用这个方法呢，不仅可以检测这种单股的电源线，平时啊像这种电饭锅的电源线不通电了，其实啊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检测。电工胶带用打火机烤一烤，它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妙用。很多人在买来电工胶带后呢，都是直接来使用，并不知道这个电工胶带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好的电工胶带呢，它有3个特性，第一呢就是粘性大、粘性大，第二呢就是阻燃，第三呢就是绝缘度高。像这种胶带呢，我们只需要呢用打火机给它烤一下，就知道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来看。首先呢，我们就把这个胶带给它先拉开，看一下这个粘性大不大。好的电工胶带是粘性是非常大的。第二点呢，就是看一下它这个阻燃性，我们用打火机烤一下，看一下它能不能燃烧。如果能燃烧，就说明它是不行的。你看，点完以后它直接就灭了，并不能一直燃烧。像这种胶带呢，就说明它的阻燃性非常好，就说明这种胶带质量非常好的。如果我们点着以后它一直在那燃烧，就说明这个电工胶带它就不合格的。这个呢就是快速判断电工胶带真假的一个方法，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德国电工师傅接电线真的是太牛了，接电线不需要拧，只需要把2条线一插，然后用钳子夹紧就接牢固了。看一下它是如何接线的，先把2条线用剪刀给它先剪掉一部分，不需要太长，只留下0.5公分长就行了。然后分别把它拧一下，拧牢固了以后，然后找一个拉铆钉，先用钳子夹住以后，把这个铆给它去下来，然后反过来再插到钉子上面，紧接着
把这个铆上面这个帽给它剪掉以后，把这个铆给它拆下来，然后把两条线插到这个铆里面，然后呢用钳子给它夹几下，从中间呢夹个大概5、6下就可以了。你来看一下，它这样接好的电线非常的牢固，怎么拽都不会开。再看一下这种接线方法，明明已经接牢固了，但是呢轻轻一拔就开了。正确接线方法是找一个拉铆钉，把这个线插入到拉铆钉上面，然后呢用钳子把它夹紧了以后，然后再来拧，不管怎么拔，这个线呢都不会脱落，非常牢固。原来用2个钉子就可以把水管接在一起，接好以后不管水压多大它都不会漏水，而且也不会撑开。这个方法呢是我从一个绿化老师傅那儿偷学过来的，他们接水管从来都不用买对接头，都是用这个方法接的，非常好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这个软水管直接接的话不行，它是比较软，所以需要找一个这样的塑料管，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可以给它抹点胶水，然后我们把这头给它塞到这个里面。经过2步操作完以后，水压再大它也不会撑开，也不会漏水。你看把这边抹上胶水以后，然后接下来把另外一头再给它抹上胶水。抹胶水呢它是不会漏水的，但是呢它水压大了以后还会撑开，需要进行下一步。你看我们把这头也塞到这个软水管里面以后，接下来我们进行第2步，然后我们在上面拧上2颗钼丝钉，把这钉子给它拧透。这样接好的水管压力再大它也不会撑开。很多绿化老师傅们从来不买对接头，都是用这个方法。今天我才发现，原来把这个钢丝钳头给它窝一个钩，它居然还有这么好用的一个功能。邻居们看到以后都抢着用。这个功能呢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能用得到，而且这功能非常好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来看，首先呢我们用钳子把这个钢丝钳头这样给它窝一下，窝成一个这样的死折扣，前面呢让它稍微有点尖出来，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向上翘一点，然后在中间这个位置稍微再折一下，折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钢丝另外一头我们给它再折成一个这样子的形状，折一个90度，然后从这边再折回来，折成这样就可以了。你来看，我们用它就可以疏通任何下水道，不管是直通还是3通还是弯的都可以疏通。你来看，我们把它插入到这个管里面来测试一下，一边旋转一边往里面进入，进到里边以后，然后呢我们再一边旋转一边把它给拉出来。你看这样呢就可以把里边的脏东西给它勾出来，不管是什么样的脏东西都可以勾出来。你来看怎么样的方法，非常好用是吧？注意看，最近市面上又出现了一种假币，90%的人都以为是真的，就是这种100元的假钞。教你简单几招，1秒就可以快速辨别真假钞。第一点就是这个防伪线，我们横着看它是红色的，斜着看呢它是绿色的。如果用手电筒去照它，就会出现连续100的字样。第2点就是毛爷爷衣领上这个位置，你用手去摸它是有颗粒感的，用纸巾去擦它会有红色的印记。第3点就是人民币左下角这个红色的图案，背面也有一个，用手电去照它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100的数字。第4点就是人民币左右两侧都有2个半圆，把这2个半圆拼接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圆。还有就是上下也各有一个半圆，你把它对折在一起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圆。第5点，人民币背面边缘的这个图案也可以拼接在一起，你把它反过来拼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图案。最重要的就是背面这个拼音字母和这个年份之间有一串很小的数字，你用手机把它拍下来，放大以后来看，就是一串完整的100。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在遥控器上面接上2条线，它居然还有一个特殊功能，在生活当中非常好用。比如这个电视盒的遥控器，或者是电视机的遥控器，都是可以用的。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使用方法。首先呢，你来看，我们先在这个遥控器的弹簧上面给它接上1条线，然后呢再找另外1条线把它接在另外一个弹簧上面，这样接好了以后，然后把电池我们给它安装上。安装好以后呢，就这样的这2条线就可以了。我们平时用它可以做什么呢？你看像家里的 LED 灯一般很容易坏了以后呢，我们用它就可以快速的修灯，非常的方便。你来看，只需要把这2条线放在灯柱上面就可以了。如果测量了3个这个灯柱都不亮，我们颠倒一下2条线再来测试，你看灯柱就亮了是吧？
如果像这种亮的，就说明灯珠没有问题；如果像这个不亮的，就说明是这个灯珠坏了。用这种方法修灯非常好用。如果所有的灯珠都亮，那么就说明是上面的电源坏了，我们换个电源就可以了。怎么样呢？这个遥控器上面接2条线，它的功能是不是非常好用啊？充电宝坏了不要扔，留着还有大用处。平时像这种充电宝，有时候啊在垃圾桶里面也能捡得到。很多人呢都感觉充电宝坏了以后呢就扔掉了，其实呢像这种充电宝坏了以后啊，大部分都是上面的电池充不了电了，电池坏了。我们呢主要呢就是用上面这块板，不用电池。其实这块板呢，它在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功能。把这个板拆出来以后，找到上面的2个标注，一个是 B 加， B 加这个符号呢，我们给它接一条红色的线， B 减这个符号接一条白色的线，然后呢分别给它再接上2颗磁铁，这样呢使用更方便。用它呢就可以在家里啊给一些这种散的18650锂电池给它充电了，使用的时候呢非常方便。你看啊，把这个红色的这个磁铁给它吸在电池的正极上，另外一个吸在负极上面，这样呢就可以使用了。你看啊，我们给这个板给它插上充电器，插上以后呢它就可以充电，而且呢充了多少电，这个里面还有多少电都一目了然，非常实用，是不是？如果像这种充电宝坏了你就扔，那是不是太可惜了？电饭锅坏了千万不要当做废品给卖掉了，其实这个里面全都是宝，每一个都非常好用。比如就这个电源线，这是个大功率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插头给它剪掉，用它呢就可以接在插排上面使用，非常不错。再来看这个内胆，有很多是不锈钢的，有的是铝的，我们用它刷锅洗碗非常不错。再来看另外一个，首先把它先拆出来，其实这个还有个特别大的妙用，它的使用价值啊在生活当中其实要比卖一个废旧的电饭锅价值要高得多。就是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发热盘，它是铝的，而且分量比较重，如果把它当废铁卖的话那就亏太大了。这个东西啊一般都不会坏，就是利用它发热的功能，所以它还有个特殊的妙用。这个妙用要比卖一个电饭锅价值高得多。不管是什么样的发热盘，上面都有2个接线的地方，先把上面这2个螺丝给它拧松，然后呢接上一个电源插头。平时家里的 LED 灯坏了，换灯珠的时候啊，用它就可以换灯珠，不管是拆灯珠还是安装灯珠都非常好用。放上去以后啊，然后找个东西把它按住，你来看很轻松啊，就可以把上面的灯珠给它拆下来。不管是拆还是安装都非常的方便，如果当废品卖的话那就太可惜了。自来水加小苏打就可以电解除锈，要比砂纸好用得多。砂纸打磨呢只能打磨出一个表面，像里边这些缝隙的锈根本没有办法打磨到，那么用电解除锈就可以把缝隙里边的这些铁锈都给它清理得非常干净。而且这个方法呢也非常简单，只需要呢用个塑料的容器，在里边加上点自来水，然后再加上一些小苏打，然后搅拌一下，让小苏打完全融化。接下来找一条报废的手机充电线，把小头部分剪掉以后，只留下黑色和红色。黑色的线接在需要除锈的金属上面。我拿这个钻头给大家来演示，你看这上面铁锈也是比较多的。先来测试这个东西我们，然后这条红色的线需要接一个没有生锈的金属，这个2条线不要接错，然后接好以后给它放到这个容器里面，然后我们把它插到手机充电头上面，就可以除锈了。来看一下这个钻头上面生锈的这个金属上面已经冒泡了。现在呢它们就是一个置换的过程啊，时间越长除锈的就越干净。现在呢我已经大概就是除了10分钟了，我们来看一下上面这个除锈效果怎么样。先把这个钻头拿出来看一下，上面已经发亮了是吧？明显看到上面的铁锈已经都没有了。这个除锈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好用。软水管接水龙头，10个人有9个人都接错了，这样直接接上容易漏水，而且压力大了以后呢也很容易把它给撑开。这个软水管比较细，直接接不上去，即使接上去了也容易漏水。我们可以找个硬水管，但是呢也是插不上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打火机给它先烤一下，烤完以后用手给它捏一捏，给它先做个尖出来。你看这样做好尖了以后然后我们呢在上面给它再抹点洗洁精，洗洁精可以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接就行了。你看即使前头有个尖儿，这样往上面直接往里面插的话也很难插进去，非常吃力，所以直接往水龙头上接那就更接不进去了，因为上面有螺纹是吧？你看费了半天劲才把它给接上去，然后我们再来接这头，因为这2个也是一样粗，直接接不了，所以先用打火机给它先烤一下，烤软了以后，然后呢把水龙头插到里面，慢慢的把它拧进去就行了。最后呢可以用铁丝给2边固定一下，
如果有包固的也可以固定一下，这个才是正确的接水管的方法。压力再大它也不会漏水，非常的牢固。终于发明出来了，有了这个小东西，不需要用逆变器就可以把12伏的电变成220伏的电，使用的时候非常的方便。这个是我的新发明，来分享一下它的制作方法。首先呢，先找一个电风扇上面使用的这个摇头电机，然后把它拆开以后啊，把里边的这些齿轮都给它拆下来，不用这些东西，我们只用这个外壳就可以了。然后找块木板，在上面拧2个钉子，用它来固定这个摇头电机的外壳。因为这个是我的发明专利，所以说呢，大家看看就可以了，不要去仿造我的产品啊。如果仿造的话，肯定要必究的。首先呢，用2个铁丝把它再拧一下，固定牢固了。然后呢，再需要一个12伏的无刷电机，找一节铜管插在这个轴上面，把它们2个呢相连接起来。之后呢，再找块胶皮垫在电机下面，用个铁丝给它绑起来，固定在这个木板上面。到这儿呢，基本上啊就差不多了。然后在这个无刷电机上面分别接上2个夹子，接下来呢，在这个摇头电机外壳上面再接一个220伏的灯泡。接好线后呢，来测试一下，把这2个夹子夹在12伏的电瓶上面，这个灯泡你看立马就亮了。仔细看一下，这个亮度非常高，因为这个是我的个人发明专利，所以说呢，你们不要去仿造。不说了，我要赶紧去批量生产去了。家里的电器漏电不漏电，我们只需要用王表测量一下上面的插头，就能立马知道。不管是电饭锅或者是冰箱，很多电器用的都是这种3相插头，只需要测量一下就可以了。测量之前，我们首先把王表给它先调到风鸣档，然后把2个表笔短接一下。如果听到有风鸣声，就说明啊王表是没问题的，我们就开来检测。像这个插头啊，中间这个角是接地角，它是和电器进入外壳是相连接的，我们来看是连接的，是吧？然后我们测量的时候呢，检测的时候，先把王表调到20兆欧的档位，然后来测量，分别零线和火线和这个地线相连接，我们来测量。如果王表上面没有任何数值，像这一个没有数值，另外一个也没有数值，像这种没有任何数值的，就说明啊它是不漏电的。如果我们在测量的时候上面有数值，但是它的数值如果大于 0.5 兆欧，就说明它不漏电；如果小于 0.5 兆欧，就说明它是漏电的。这个呢，就是检测家用电器是否漏电的一个方法。注意了啊，家里的空调以后千万别再开26度了。其实呢，我们都开错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夏天怎么开空调，既能省钱又能省电的一个方法。第一点啊，就是很多人一回到家里啊，先把窗户关起来，然后再去开空调，自己觉得这样才能快速的降温，还能省电。其实啊，这样的操作方法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先打开空调，等空调运行10分钟左右，然后再把家里的窗户关起来。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既可以让空调里面的灰尘以及污染物吹到室外，而且还可以把室内的热气排到室外去。第二点啊，就是不要总是频繁的开关空调。有些朋友呢，开一会儿空调感觉凉快了，就把空调关了，等会儿热了又打开了，总是这样反反复复的。这样呢，不仅不会省电，反而会更加浪费电，而且还大大的影响空调的使用寿命。第三点呢，就是想让房间里的温度快速的凉爽起来。首先啊，先把空调的风度调到最大，然后把风向调成向上吹，再把空调温度呢调到最低温度，比如调到16度。这16度并不是说空调吹出来的冷气就是16度，这个温度只是想让房间达到的一个温度。刚开始的时候啊，不管你调到16度还是26度，空调的外机它都是满功率的运转，外机运转的时间越短，它就会越省电。第四点啊，就是空调最舒服、最省电的温度并不是26度，而是27度。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调到27度，然后再打开空调上面这个睡眠模式，这样睡觉的时候既不冷也不热，温度刚刚好，而且还特别的省电。如果记不住这个方法的话，可以转发收藏一下，需要的时候还可以反复观看。真没有想到，原来把蓝牙耳机塞到遥控器里面，它居然这么好用。平时这些闲置的蓝牙耳机或者是老旧的不用的，我们不要扔，把它塞到遥控器里面，非常有用。你来看，我们首先呢，先把这个遥控器外壳给它拆开，然后接下来我们再需要把这个蓝牙耳机给它先拆开，不需要用这个外壳，我们主要就是用里边的东西。拆出来之后，把电池抠下来，然后把听筒给它去掉，接着把电池上面接上2条线，白色的线接在负极上面，红色的线接在正极上面。
把线接好了以后，然后呢，把它穿过遥控器的外壳，紧接着把这2条线我们给它焊在遥控器的主板上面。焊好以后，我们把这个板再给它装进去，然后把壳安装起来。接着呢，我们对比一下这个位置，然后在这后壳上面给它开出来一个小孔。开完以后呢，我们把这个板给它放上去，然后呢用热熔胶给它固定起来，然后把后盖再扣起来。这样呢，以后没电了可以给它充电。以后呢，遥控器再也不需要换电池了。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是不是？1年下来能省不少钱。原来用一条手机充电线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快速的穿针引线，不管上面的针孔有多小，这个线有多粗，都可以1秒钟给它穿过去。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很多人在穿针引线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线头也比较软，往里边穿的时候根本穿不过去，特别的费劲。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了，超级简单。我们来看，就是找一条手机的充电线，我们主要就是用这头，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需要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找一个扫把，在这个扫把上呢，我们用剪刀给它剪下来一个这样的小丝，就用这个小东西做一个辅助工具就行了。我们看，把它这样对折过来，然后在这边呢给它捏一下，捏完之后，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在充电器这个 USB 接头上面，然后我们用个胶带给它粘一下，固定一下。把这个工作准备好以后我们1秒钟就可以穿过去了。你来看，因为这个丝是硬的，非常硬，坚硬，这样一穿就过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条线放到这个孔里面，你看，不管多粗的线，只要这样轻轻一拉就穿过来了。你看是不是？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是不是？把它分享给你。没有打火机，用一根锯条也可以取火。这个方法呢非常适合一些喜欢户外野餐的朋友啊。如果打火机坏了，没有办法取火做饭怎么办呢？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操作的时候非常简单，只需要一根这样的普通的钢锯条，然后呢再需要一个这样的镁块就可以了。首先呢给大家来演示一下，你来看，我们先找一些容易易燃的东西就是先找一个这样的纸，给它先撕点纸屑。撕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用这个锯条，用这个锯齿的这一面来划，不要用平面。你看这样划的时候就会产生火花，你看火花非常的大，这样呢就可以快速的取火。如果这个火不好取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先给它刮下来一点镁屑，然后就更容易了。你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样呢就很轻松的就可以把火点着。你看，现在又着了是吧？怎么样呢？这方法非常好用，是不是？今天我才知道，原来用锯条把水管斜着切开后，它还有一个特殊妙用，在生活当中非常有用。很多人呢都不知道，不管是水管或者是穿线管，干活剩下的边角料就不要扔。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方法。首先呢，用锯条斜着把这个水管从这边给它先切一刀，把它切下来，然后呢再横着切一刀，把这节水管给它切下来。按照这个方法呢，切下来3个就行了。如果有条件的，也可以多切出来几个，越多呢，使用的时候效果越好。然后呢，我们用钉子把它先钉到墙上，钉成一排溜横着钉，把这3个都钉上去以后，这样呢就制作好了。平时像家里的一些螺丝刀工具没地方放得乱糟糟的，找的时候也不容易找到。那么我们平时就可以把这些螺丝刀放到这个上面，给它收纳起来就行了。使用的时候呢也非常方便，直接拿起来就行，而且呢也非常的整洁。怎么样呢？这个方法非常好用，是不是？2个硬水管不一样粗，差别特别大，没有对接头，怎么把它接起来呢？有10个水工师傅都有9个人都不会接。我来教你一招很轻松就可以把它们接起来，而且一点也不漏水。给大家分享这方法呢，首先呢我们就用一点这个胶皮，用剪刀给它先剪下来2块。我们看用这个呢可以防止水管不漏水。你看我们就这样给它先剪下来1条，一共呢需要剪下来2条。这个操作方法呢非常简单，学会以后以后在接水管的时候就不需要用对接头了。你看剪下来2个之后，然后呢我们把它套在这个粗水管上面，里面套一个，然后外面套一个。我们把它套上去以后，接下来下一步我们再准备一个饮料瓶，把饮料瓶从中间的位置我们给它分开，剪开之后呢，我们只用这边这一节，接下来我们把它
先套在水管上面，然后我们用打火机给它加热一下，这样一烤，你看这个瓶子就可以收缩起来了。这边接好了以后啊，它是不会漏水的，因为这里面有个密封条，非常牢固。然后我们再来接这一边，这样直接接是不行的，所以说呢，我们还需要用个打火机把另外这一头我们给它再加热一下。热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接这边，一边旋转一边往里面进，到最后呢，在这两边给它绑上铁丝就可以了。怎么样呢？这个接水管方法非常好用，是不是？